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对话节目。我们今天呢就想邀请了一位在国内的朋友狼哥过来跟我们探讨一下这个养老的问题。那狼哥呢，他在国内呢是一个商人，他在社会面呢跟那个可能各方面呢都有他的自己独立的一个看法，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他上来跟我们去聊聊他自己个人的观点，对整体结构上的一些不同的看法。那狼哥，欢迎来到节目。你好，你好，Max。哎，那我们今天就来一起探讨一下这个养老的问题啊。你可以跟我们说说你现在对这好的。个整体中国的这个板块的看法吗？这个板块要分开来看。这样的啊，因为中国的养老呢，因为中国在最早建国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为了需要农业反哺工业，知道吧？就是很多人大量去从事工业行业。那么到后来呢，这个中国的工业整个就培养起来了。中国的工业整个就培养起来了。然后呢，之后就这个农业这块呢，就是有点落下，所以现在中国的养老呢，如果是你是城市户口的人，当时缴纳养老保险，对吧？因为城市嘛，就是人涌入城市之后，就是做的是工业这块，那他的养老金是不错的，是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就出在于这个农村的这一块。农村的这块呢，就是说，有一些人没有缴纳养老金，就是中国当时我记得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出来一个政策，就是你需要补缴一定的费用，然后呢，你的养老金就会很高。然后但是呢，现实情况是当时有一部分人没有补缴。懂吧？有一部分人没有补缴。那没有补缴的这部分人，其实就是他的养老金就非常的低。明白。对。现在就是这个人口的数量到底是多少呢？没有统计，我也不知道准确的数字。但是这个人口是有的。对。那他这个没有交的这个情况是当时候的那个每一个村啊，或者他那个当地的政府没有去加大力度推广这个事情啊，或者他是没有把这个事情做到位，还是怎么样呢？还是那个人民实在太缺钱了，还是他根本就没有，或者对这个没有概念，早期这个教育上没有对他们有一个很好的输出这个概念，就是退休或养老这种概念，是当时候。这个就在于，因为中国这个国家嘛，在近几十年来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呢，城乡差距极其巨大，老百姓的这个知识水平呢也差距比较大。你跟他讲这个东西，很多老百姓根本不听你的，不相信的。所以当时就出现了有一部分人就压根就没缴，因为缴那笔费用还是当时来说是挺高的。好像有的是将近一年的收入，但是回报是非常好的。有的是1年或者3年的收入，但是那个钱是比较多。对于一个农村来说的话，他的储蓄呢能力比较低，那很多人交着就可能很费劲。然后呢，那么就有一部分人就没交。但是具体有多少没交，这个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数字我并不肯定的告诉你。我明白意思，就是总体来说，就想当初就是就国内刚刚那个开始发展的时候，可能这个全民的这个意识，对这方面的意识还没有把握住，就大家对这个东西还是因为之前是没有这样的概念嘛，在中国，因为就通过了很多不同的改革，对不对？所以说可能就是在这第一波人里面，他根本就在脑海里面没有对这个养老啊或者以后生活这种保障的概念，所以也没有相信当时推出来的这一连串的政策。可能当时候这个宣传方面，可能这种讲解或教育方面也没有做到位，而导致到现在就面临了有一堆人他有这个
跟社会有一个脱钩，就没有进行他得到这种养老的补贴问题。对，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后来呢，国家也相应的对他们有一些，比如说低收入群体的这样的补贴，但是每个省每个市是不一样的，它要根据你所在的省、在的市，然后它要算一个最低收入标准，然后这个最低收入标准呢，它就会补贴给你。那你比如说，我知道我们内蒙那边是750，就是假如你是老人呢，一个月呢，你拿到750块钱现金，那么你去购买，就是说你不要去下馆子，这不现实的啊。就是你自己买点菜、面、粮油这些东西，你完全能够生存的这啊。那他那个其他的生活保障呢？他就好像说，就现在这个那个农村，其实就我们可以现在这样去理解嘛，就是中国现象呢，就是有两批人，一波就是在城市里面去生活的人，然后一波就是在农村生活的人。那在大城市上面呢，我们可以理解到，它有一定的就业机会，然后它那个公司如果是正当的公司，也会帮他们去处理这种保险或者养老的一些的资金上的问题，对他有帮助。但是呢，除了这些以外，其他人他如果在现在这个新的体制里面，如果他有一些问题的话，他有没有一些方法或者一些渠道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可以让他度过这个困难呢？这个情况呢是有的是有的，就是说，但是呢，你比如说你昨天给我看那个视频就是说给个100多块钱的老太太，知道吗？他一般情况是当你根据你的户籍来的，你的户籍在那儿，比如说你户籍就是他那样一开始说那个地方叫什么我忘了没记住，然后他迁到了这个成都，那他的户口有没有迁过来？那他如果没有迁到这个户口没有迁过来的话，那他享有的这个福利就是他原住地的，他原住地当地市政府会想办法去补助补贴甚至给予照顾，明白吧？而且呢，还有一个啥呢？中国有一个法律呢，跟别的国家不太一样，就是中国有这个对于子女养育老人的这个义务，是有这么一条的。就是特别是他这个状态呢，正常情况下，如果这个老人他吃不下喝不下了，他的就是没有钱吃喝了就是这种情况呢，他的子女必须要补贴老人的。中国这是条法律。所以呢，就是这两方面的下手呢，一方面政府给补贴，另一方面呢，就是子女也要相应给老人一部分钱。是这样的。那现在对，那现在好像是这样说的话，那就因为中国很大嘛，那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它可能每一个区域或者每一个省，它都有自己的一个在这个养老方面或者这种体制里的一些那个 policy 的不一样，就是那个政策的不一样。那这样会不会对老百姓来说比较很难去了解或者看通透呢？有没有一些更好的方法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呢？就为什么差这么远？就是说每个城市或者每一个区域那个好像差别是有点大。对因为中国够大嘛，因为中国太大了，它的整个这个发展是非常不均衡的。我昨天跟你说，我说中国，你可以找到第3世界，你可以找到第2世界，你可以找到第1世界。但是为什么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就是在这儿呢？就是说我们一个省的，哪怕是一个省的这个不同的地区，可能相差几百公里，它那个收入几倍的差异。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发展不均衡导致的。那这个问题呢，就会出现为什么说有户口问题？有很多人要往城市里迁，对不对？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说他也想在农村里生活，也有，因为农村的福利待遇是，
如果你有能力，在农村的福利待遇其实挺高的。比如说他的那个医疗保险啊，每年的费用是非常低的。那我们城市里医疗保险一年的话5、6千，7、8千，上万。那你农村的话，一年有的是300，有的是900。医疗保险是非常的低的。对，就是农村享有这个。另外呢，农村享有宅基地。就你农村户口呢，我是可以，国家给你划了一块地，那块地就是你的宅基地。宅基地意思就是你可以在这片地皮上建房子。你这个建房子的成本，你自己建房子成本是非常低的，你跟城市那个比不了。所以你看中国的农村呢，就大量的洋楼，就是3层、4层、5层、6层的那种洋楼，知道吧？所以它这个局面就在于说，如果你有能力，其实你在农村，你依然会发展的很好。就是它的享受程度也是非常好的。就是中国讲究一个，它不讲究一个平均化的东西，就是每个城市呢都有自己的消费水准、消费水平差异性。那你为什么说那个人就是说拍那个视频啊，就是说怎么活呀，怎么样的？说实话啊，这个如果你家里有老人，你就应该知道，中国老人基本是去早市儿。早市、夜市、集市、超市，超市什么时候去呢？打特价，超市打特价是确实是价格非常低的，所以你能看到中国超市只要一打特价，老人会蜂拥而去。而它一般打特价那个时间节点嘛，我们都在上班时间节点，我们那边是享受不到，说不好听的。然后呢，就是便利店，那最高的消费呢，就是我们日常消费里最高的就是便利店，它是有一个阶梯化的。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拍一个视频说，我要去一个超市买这些东西，然后100块钱能买非常少的，那我跟你说实话，如果你要赶到活动的时候，基本每周都有活动，你要活动去买，就是可能那个东西会乘以2，甚至乘以3。你看到的物资可能会乘以2、乘以3，而老头老太太一般都是赶活动去，知道吗？所以这问题就是他为什么说这个视频拍的是个陷阱呢？因为如果说你排的不是这个退休人的收入，一天100块钱你去买，而你排一个咱们上班人的收入，那这个视频就很合理。因为我们的时间，对吧？那这个每周的时间是很少的，就是年轻人不愿意去跟老头来挤这些特价产品。但是如果你要排一个老人，你说他一个月3000多块钱的养老金，一天100块钱。我跟你这么说，那他那一天100块钱，都够养活一家人了。然后如果你要赶特价去的话，够养活一家人。所以说，在你的个人观点来说，你认为现在第一就是中国的那个很大的情况下呢，就是不是每个地方它可以拿到相对应的同等的那个退休金去做养老，但是呢，他可以手头上可以拿到的那个退休金呢，理论上来说呢，它是应该可以对应着他自己的那个跟着户口的那个地方的消费能力去安排的。所以比方说我是一个在一线城市的，我在广州市的，我就可能就拿到2、3千，那样的话就应该可以够支付我的那个个人的基本生活要求。但是如果我不是在一线城市，广州非常高。对，那你我不知道啊，但是我内蒙是很高的，基本是要达到4000。那好，那就3、4千吧，就打个比方说吧，就反正就它是对应着我这个城市可以保障到我在这个城市基本生活是应该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去批的。然后呢，如果我不是在这个一线城市呢，我去到广州以外，去到比较远的那个2线或者3线城市的时候呢，它可能那个金额或者那个制度上呢，就可以给我到2000或者1000、1、2千的话，那是相对因为我的那个地区的那个整体的生活的条件需求没有这么大，所以说它是计算好，就是希望老百姓在他的情况我给你打断一下没事你说。这个情况是什么导致的呢？是因为你上班的地方导致的。因为你比如说你在北上广深上班，你的工资又高，所以你交的养老保险5险1金的价格也高。懂吧？你比如说你去一个
4线5线的城市，你的工资低，你月工资可能就5000，那你能抽出你的养老保险的费用呢？你的养老，我不是说医疗啊，医疗大家都一样，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但是你养老这玩意儿就是你交的多，年底得的就多。那但是如果得的就多。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对，就是就是你每次你那个收入里面去，他按着你的收入比例去抽出一部分去做这个养老的作用，这个我明白。但是我有个疑问，就是说，就比方说，如果我是一个2、3线城市出来的，我去到1线城市去打工，对不对？但是我的户口还是在那个2线或者3线城市嘛。那所以说，如果我是这样的情况下，那我到时候退休回到2、3线城市的时候，我的那个退休金是不是就特别高？因为我在1线城市打工的时候，我交了很多钱，那导致到我回到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呢就是说，它确实各省市有些许差别，但是呢，它主要还是看你交的钱，那你比如说你在大城市打工，你在大城市交社保，那你的价格就高，明白吧？你这个高，然后你到那个你退休了，回到农村去住去，这是很正常的。中国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就是中国现在有很多老人是怎么住的呢？就是他一开始在奋斗期间，他的工资很高，等他到退休了，那他就去找一个候鸟城市。就中国的候鸟城市，你比如说威海、广西，这属于候鸟城市，就是老人去居的多，因为他那个整体物价水平低，然后他的养老保险高，还是这样。所以刚才你说那个东西是成立的，是可以这么做的。那本质上还是源于你在工作期间的收入，但是这个情况是因为是2000年以后，知道吧？开始逐步形成的这套体系。那问题就在于那2000年以前的那些老人，比如现在70、80岁、80多岁的老人，那很多就不存在，他就没有，压根就没有养老金可能。但是只能是有时候就是吃政府的补贴。那政府的补贴那个东西说白了就是咱们的税金嘛，那肯定不可能说是，你比如说我原来工作的时候，我是老是交养老保险的，我到年底我拿了4000，就是我退休了我拿4000，你呢？你那时候1分钱都没交，我给你2000，那你认为拿4000的人，就当年交高的养老保险的人，现在他拿4000，他认为这事公平吗？对不对？他也存在一个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不是很多人就是说，就年轻那辈人的工资就拿去做来养老一辈人的那个退休嘛，所以就因为可能最早期的那一波人他没有按照那个政府的引导去做到适当的那个养老的配额，而导致到现在就是有一个大的缺口，然后这个缺口现在就需要年轻人的那个工作去把那个缺口给补上来。对，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这个事儿本身是公平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年轻人今天所享受的一切都是那老一辈人的基础打造出来的，只不过在那个时代，他们不是市场经济，对吧？他那时候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每个人付出了多少，最终实际上绝大多数资产是交给国家了。那么今天反过来说，那我们现在年轻人挣的这些钱，对吧？一部分国家补贴，一部分我们年轻人补贴给这些老人也是正常的。对吧？因为我们一开始不像别的国家上来就资本主义，我们正常就是开始真正的市场化是92年，我记得是90年代以后，就加入世贸以后，对，所以你之前这个玩意儿怎么办？你不可能说就不管了呀，对吧？你多少你还得管，但是你不能管得太夸张。所以，而且呢，就是其实这个孤寡老人，我们一般出现像那种老人活不下去，一般是孤寡老人，就是他的孩子没了，明白啥意思吧？就孩子没了，没有办法对他进行赡养。那这种的话，政府会集中的对他盯着，就是说开始盯着他，你这个，因为我有朋友干的就是这个企业的就是我有朋友就干这种企业的，
就是说他会去1周会给你打电话，然后给你送米送粮，就因为有这样的企业，压根中国就有这种民营企业。这种企业是啥呢？就是政府每年给你拨款，你去代替政府完成这些事情，那政府少养人。是有这样的企业的，因为我有朋友就是干这个。那他这种是算是非盈利机构还是怎么样？非盈利机构，它的利润非常的低，它的利润非常低，员工的工资水平也不是很高，完全是一个，就说白了就是个正常工资吧，就这么说。那他那个会直接去照顾到那个老人的生活吗？还是就是1个月就去看他一次那样？不一样，根据这个老人的情况来定。有些老人就需要多去看。有的时候1星期2次呢，甚至。但有的老人家身体倍儿棒，可能就是平时打个电话询问一下。也跟不同的老人进行调整。明白。那你对现在来说，那个中国现在或者整体的政策，最近不是有很多改变嘛？就好像说之前呢就把这个退休年龄去改动了，然后呢之后呢就是因为可能检查到这个就是全国的那个退休金的那个基金就是本身那个钱还是不够，所以说呢又做出了不停的调改。然后比方说最新好像上半年嘛，或者就上年年底出了一个新的政策，就允许这个所有的人去在外面另外买一个个人的这种好像理财管理的这种套餐，但是它是让你去做养老作用的，然后它是按着你的那个收入比例，就是说好像你每一年有个额度，你可以把你的收入的%多少放进去，去做一种长远的养老投资这样的概念。你对这些改变有什么看法呢？对，这不是什么延迟退休这个事儿我记得很清楚，我08年工作的时候就提出来了，08年就提出来了，所以当时我刚上班嘛，那时候08年的时候我就问我的那个当时的领导嘛，我说我是肯定赶到65岁退休了。我当时跟他开玩笑，在08年10年左右吧，之间不准确了，因为时间很长了10到08保险的形式，现在我就在这么做。两份，就是一部分国家的这个养老保险，还有一个自己在这买的这个商业的。那么就是说，那如果你有点闲钱，对吧？那就买一份吧，这个东西无所谓。那实际上不是，你买商业这块并不是针对全民的。就是你比如你有点闲钱，你就买呗。那你以后退休了，你就两笔工资，这说句不好听的。这是一个商业行为，跟国家行为没什么关系。延迟退休这个事儿呢，实际上延迟退休是必然的，因为工业化以来，人类的平均寿命提得太高了。人类的平均寿命，中国是78岁吧，日本是84岁了吧，好像都。美国好像也是78岁，和中美之间差几个月的问题。但是你这个平均年龄，那你又有很多人实际上活到80、90岁，很正常，对吧？这个问题就在于以前的你的计算方法是，比方说人均寿命76岁，你计算的那套养老，它其实都是数学问题。但是你现在随着你的这个医疗水平提高，你变成80岁了，很正常。而且面临的问题是什么？你要想一个问题，他现在这个延迟退休，实际上针对的不是现在的老人，就是我们。他是好几年，就是好几年以后延1年，好几年以后延1年。这基本就只有我们80后、90后、00后这帮人是赶上，70后好像赶不上。赶上可能赶上个1年2年那样。所以这个问题就在于他要预估一下80后、90后、00后他们的寿命到底是多少。正常来算的话，我们这代人的平均寿命应该干到80多岁。那么
在未来的数学上的计算方法，你就会发现我们这代人啊，老了以后，对于整个国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养老负担，因为平均年龄延长，对吧？可以敢肯定的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知道这2年的医学进步的速度非常快，对，降得越来越低，但是所以这个不是，对，你说。这个的确是一个全球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放眼全球的话，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整体人类我们现在的那个医疗啊，各样的科技到位了，所以说我们的平均寿命会越来越长。然后呢，最近还有就是全球我们去看的话，整体我们的那个生育率也是慢慢降下来，所以说我们其实是有一个短板，就是短缺了一般下一波这个劳动力的问题。而导致到我们的确这个整体的这养老的系统是全球的养老系统会面临同一个问题，所以说很多政府都必须要做出这样的改动，就好像现在就是我们今天录节目的现在，这个法国那边也是在有一个动荡啊，就是因为他们也要面临这个改变，就要把这个退休年龄去调整，而导致到全国人民去在跟政府这个对抗着嘛，所以说呢，这个是会有很多其他国家也会面临的同一个问题。但是你觉得这种手段或者这种方法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案吗？还是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我觉得，因为这个问题对于我来说是未来20年、30年以后的事儿。因为我今年30几岁，就是未年20年、30年以后的事儿。我觉得这个事儿不要着急，因为从发展的眼光看的话，过去的这段时间，过去的10年，整个人类社会的工业生产方式都有巨大的变化。那么我们说30年以后变成什么样，我们现在不清楚。对吧？因为以现在的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的速度，其实未来我其实更担心的是绝大多数人没有工作，对未来也不需要你工作，对我觉得这是更可怕的。对，就是你这个观点呢就很有趣，因为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有很多这种苗头了，就是说很多人就说就算我现在把这个退休年龄延迟了，或者我现在很注重把这个养老问题去做计划，但是问题是我可能就是一辈子之后还是需要工作，或者我们以后的工作机会会越来越少，而导致到直接影响了我的个人收入，而导致到我根本就没办法去很好的去计划这个所谓的退休生活这个板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好像最新的那个 ChatGPT 啊，跟一连串的这种微软出的这些 AI 加入的那个软件工具啊，可以导致到以后一个人的那个工作量可以就翻10倍。但是问题是，那个公司可能就是不需要请这么多人了，而导致到整个这个就业市场可能会面临一种新的萎缩，就让公司层面的话，他就希望降低成本，降低人力成本，然后就以前可能10个人一个组去做这个，但是以后就可能一个人加一个 AI 工具就可以顶上这10个人了。所以说会导致一个我们根本现在就想象不出的一个新的经济上的局面，而导致到我觉得这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现在这些国家可能去做这种养老的那个政策上的改变，根本就跟不上这个科技的那种进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但是说实话，变动的看问题。生产力提升呢，实际上你理解一下这么个事儿啊，就是你想过没有？就是说，如果我们退回到1840年以前，那么全世界人的生产力到底是多少？我们能不能住得起现在的房子？对吧？肯定是。喂，还有声音吗？那个，我们能不能开得起车？能不能住得起房子？我们能不能每天吃的这么多？现在都吃的全民糖尿病、全民高血压了，都已经达到这个状态。这实际上是什么？生产力的提升。
而且现在的科技有爆发性的形式，但可能不是一个线性的，它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是一个爆发性的。那这个爆发性的东西，它可能会导致绝大多数人真的不需要工作，或者国家给你提供的是假工作，啊，实际上现在世界各国很多国家都在提供的是假工作。完全就是为了让你有一个就是完全为了是让你有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有没有你其实并无所谓的。那未来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大量的假工作，每天我就让你朝九晚五上班，然后干什么呢？每天到点按一下按钮，下班之后再按一下按钮。说实话，现在我问了挺多的国企，那已经是这种情况了。就是说，因为它整个设备全部都是疾控的、自动化的，它只需要一个人在那现场盯着干啥吗？知道干啥吗？只做一个接地动作，就我们说的话就是取消它的自动化过程。他只是个决策者。那我那样问，我说你1年按过那钮？他说我从上班3年以来从来没有按过那个钮。但是这个话我就问回来，这个人需不需要？他就是需要。对不对？那你比如说，你这个电脑它会出问题的，对吧？它如果出了问题的时候，是不是有人去介入啊？对不对？那我问你，这个岗位人是不是需要去工作？对不对？所以但是他需要的，对，但是他就按你这样的说法的话，他需要的那个人的数量是非常少啊。就以前，比方说一个国企的工厂，他可能就雇上几千人、1万人，但是按你的说法的话，那他现在这种安排的话，可能就几十个人就可能搞定了吧？这个不一定，因为随着这个设备的逐步扩展啊，它的设备的复杂程度变得越来越高。那有的时候它就需要备那么一部分人来进行，出了问题我能够直接接地，就是说我人去立刻参与进去。明白吧？因为设备这个东西，如果你在电厂工作过，你就知道它的这个疾控化程度是很高，但是它故障率也非常的高。这个故障率的事儿呢，你甭管啊，就是说这个故障率是1%还是10%，咱就这么说，还是1/1000，你一样都要需要一个10人或者100人的一个团队在那等着它出故障。明白吧？因为你只要是如果你这个故障没有及时处理，我说句不好听，它造成损失可能就是这几十人的几十年干不回来。损失，未来还会养人，所以说工作形式的变化肯定未来是有非常巨大的变化。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更多的，我觉得对于养老啊，年轻人对于养老这儿不需要任何担心，应该担心的是，如何适应下面社会的变化。这的确就是因为，我这个上一集跟他们探讨教育问题也有说过，就是现在那个很多的教育的那个推动力，或者他自己现在的就业的这种推动力，是跟很多科技上啊，或者各市场上是对接不上的。所以说，的确，就现在我们整个社会就面临一个问题，就很多人会短期内会面临这个失业问题，然后之后呢，也有这个 AI 啊，跟这个智能机器人或者其他的一些科技上的冲突，而导致到他们很难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岗位去继续在这个社会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之后的那个养老的那个方式跟那个方法了。你对这个是这样的，其实未来的，你再说。没有，就是你对这个现在现状我们这个就业问题有什么独特的看法吗？会有一些新的改变？未来5年以后，需要它有一个爆发时间。未来5年以后，它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动。
但是呢，现在的这个对个人的知识的累积的组合可能会有很大的变动。就是以前你学的一些东西可能就没有用了，那你必须要学一些新的东西。特别是甚至在于逻辑上都不一样。就是说，原来我们是一板一眼的，比如说我设计个图纸，那我先学画画，学计算，对吧？学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基础的东西。那么现在呢，可能根本就不是。我现在的设计师可能要求的，未来5年以后的设计师要求的是你如何用 AI 跟 AI 对话，把 AI 的能力榨取出来，也就更多的考验了一个人的组合能力。就是他对跨行业的组合能力，更考虑这个东西。可能专才呢，说白了就是欺负专才了啊，因为 AI 这东西干专才特别在行。可能更多的未来我们需要一些跨行业的各种知识的连接，这样的人才比较更好发展吧。那就是因为中国现在是在一个重启它自己经济的一个状态里面嘛，所以你现在在中国，你在当地看到的实际情况，你觉得现在这种经济动力或者整体的氛围，能够去推动人民，就是这一波刚刚受冲击的人去做这种改变吗？他们现在是正面的态度去看这事情，还是比较负面的呢？整个人民的情绪。我觉得从一个时间节点来看吧，就是80后对于这个东西的接受程度是非常高的。70后，因为他入完70后，今年已经40、50岁了，他的接受能力就是很弱了，知道吧？但是你要问80后的就是80后、90后、00后、10后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是能够接受的。这个世界就是分成2半嘛，对吧？但是现在整个中国社会的主要的中坚力量，你可以说基本就是80后，所以这个对于未来的这个改动这方面呢，80后看待是很积极的，因为我们这代人是从中国最穷的状态我们是看过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就是1毛钱去买一根雪糕，然后大街上一个车没有，全是驴车。我们是从这个就是说小时候是有这个印象，然后逐步看着中国这个30年、40年发展成今天这样子，所以我们对于特别是80后对于这个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是非常强的。因为在小时候，因为小时候的那个成长已经经历过很多变化，对不对？对，经历太多变化，这是80后。那的确，因为从出生以后就在变化。的确，相对来说，就是中国最近这20、30年的变化，的确是把全世界过去这100年的变化融入到这几十年里面。所以说，对，按理的说法是在这个80年这批人的话，他在从小孩子成长，可能就是刚接触到黑白电视机，然后从黑白电视机去到这种彩电，然后从彩电去到其他的什么 DVD 啊，然后超薄的那种电视啊，到现在这么小的智能手机，这一连串的改变对他们来说，可能生活里面的改变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趋势，所以对他们来说，他的那个可以马上接纳这种改变的那种程度会对比世界上其他人来说，可能是特别高的。对，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如果它没有变化，那么对于中国这个年轻人这一代的，就从80、90、00、10，如果中国没有变化，对于我们来说，心理上可能压力更大。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5年、10年一个巨大的变化，我们就这么生长过来的。所以如果中国有一天突然间经济停滞了，
对不对？假如说，比如说因为战争啊或者什么也好，这个时候我们心理压力大。但是如果你说中国在不断的变化，引进更多的技能、新的思想，接受程度会非常的高。你可以这么说，中国人接受程度非常高。你就说我们家里的老人啊，就是说60、70岁的老人，他们现在玩抖音啊，玩这个各种电子支付啊，玩这个拼多多呀，他接受速度甚至比我们还要快。他们非常赶，非常赶。就是说，我父母那一辈人，就是60后、50后那帮人，他们的接受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是个好事。的确是相对来说，在国外呢，我可以看到的现象就是说，大家可能对这种变化、这种大的变化的接受度不是正向的去看了，就很多人是比较悲观，可能就好像我们刚刚讨论的，就因为中国最近这20、30年的那种改变，这种生活的节奏又好，或者他们这种整体的改变对这批人的那个思想方法的改变又好，或者他们面对的事件的发生的那种观点的改变又好，而导致到对比在外国可能就好像说加拿大这边它可能就是2、3、4年就没什么太大的改变，而导致到现在这种突然间出现的 AI 啊，或者这种互联网上面的很多不同的新鲜事物出现，让他们可能感到非常不安。所以说可能这个对比性来说的话，中国是有它自己的那种更加活跃、更加有动力的优势可以展现出来。对，主要是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了变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种是非常多的。在这种这么大的波动的变化里面，你觉得就好像如果你要给你的下属或者你的亲人去做一个建议，让他们如何去在这种这么大变化的波动里面去安排好自己的这个养老啊，或者去构想以后的养老的计划的话，你会给他一些什么的建议呢？我的长辈就不用说，因为他们现在已经退休了，就是在养老，对吧？那么我们对于年轻人来说的话，其实也不用太多的建议，因为他们本质也是看着中国这么起来的。就是变化也非常大，你90后也是一样的。90后也是见到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你可能唯一到00后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指引他们，跟他说这个你要适应这种变化，但他本身他们。从小接触的就很开放，所以这个我不认为我们中国需要担心这块儿，因为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接受新鲜事物能力是非常强的。我们在就是说，就这么说，就比如说一个短短的一个微信支付这个事儿，它能出现到我们那个城市，到全民使用。但是1%的人是使用，到95%、90以上的人在使用，仅仅1年，时间。普及快。所以民众对于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还是比较不错，而且中国的老年人有一个比较强大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对于信息的就是说吸收能力特别的强。我不知道国外的老年人是不是这样啊？就是我说实话，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中国人的这个家长群，就是我们就说什么快乐一家人这种群里，你看一下他们每天发的东西，他都是与时俱进的。当然里头那个谣言是挺多他们辨别谣言的能力很强，但是他对于现代社会的各种改动，特别是有关于医疗、工业、商业、生产、科技这东西，他们每天都在说话。而且就是茶余饭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会聊。你很奇怪的就是说，这些人可能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科技。
就是说白了，他可能就是个普通的工人，我们老一辈人可能是一个普通工人，但是他在，比如我们吃完饭了，一起吃饭的时候一起聊，他也会跟你聊 AI，也会跟你聊人工智能，懂，他在跟你说，你现在得赶快去学这个东西。的确的确，就是他们对这个东西依然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是我觉得所以整个中国出现那种，我觉得不会出现。但是他们会有对这个个人的收入会有产生忧虑吗？就因为我觉得就对他们是很向往这种科技的改变，但是如果面对现实就是最近这种变化的话，他可能就会更加去忧虑跟这个他自己个人的这种收入的这个问题，而导致到以后他怎么去计划这事情会有一点迷茫吧。没有，没有。因为我们家里的长辈呢，是最早接触工业化的这帮人，也就说白了，他们是一直老老实实交这个养老保险的。他们的工资呢，我这么说吧，每年，够他自己花不说，还能出去旅游，还能攒些点儿。啊，就是他是非常，富裕的。就是，他比我们年轻人能攒钱。就假如说，就是一开始那帮老人，如果是他一直交养老保险这种啊，他比我们年轻人要有钱。因为年轻人，比如说你要买房子、买车，然后家里孩子的这支出是很大的。他可能每个月的工资可能剩不了多少，可能根本就不剩啊，甚至我们就需要，有些人就需要去那个周转一下啊，比如说用那什么玩意儿来着，环呗啊、花呗啊，去周转一下。但是我这么跟你说，我见到的普遍的，如果是他是跟着交养老保险下来的这帮人，基本上是一年1到2次的旅游啊，还有存款。另外我这么跟你说，他甚至都能过来每天帮你去煮菜做饭。所以老年人基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是你是一开始就在城市里头，然后你是交着养老保险过来的，这是这个前提。对。当然之前我们也说了，他有一部分人没交，或者有一部分人是农村的那些压根儿就没有吃补贴的，那这些人就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他想达到这样生活水平，肯定是不现实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刚刚所说的这批人，可能我们就俗称为他已经上岸了，对不对？那如果就是说年轻人的就可能就是80后这一批，还是90后这一批，那他现在还是在这种工作的阶段，然后呢，可能最近因为中国的这个房产的各样的问题，可能是会导致到他的实际可支配的现金流非常少。那这样的话，会不会直接影响到他这个对养老啊这些概念呢？根本就没有这个思维去考量这块，因为他现实生活就是这个月内他的支出已经是让他很困扰了，所以说他现在可能就面临着就是直接把所有的收入都花干，就是所谓的月光族这样的情况，多不多呢？你认为？我这么说，我身边没有这样的人，但是这种人肯定很多。但是因为我那个城市是这种工业化城市，这3年没有受到影响。这3年我们的整个城市的这个 GDP 连续3年走高。但是呢，你比如说你一些大的城市啊，或者有一些旅游城市，那肯定影响是非常大的。对吧？就是这些人，就中国有很多的行业在这3年可以说毁灭性打击。那问题是在于不是中国的年轻人的问题，而是在于这些行业，未来在这几年能不能崛起？那我说实话，给我的感觉，就是比如说旅游业啊，还有服务行业，应该是到了一个爆发期了。就是他去年这3年那不用提，那肯定是劳苦了，可以这么说。
但是从今年开始，你可以看一下子这个三亚，就是去年年底啊，今年年初、去年年底的时候，三亚就是这个冬天造成整个三亚瘫痪，就旅游的人太多了，会出现爆发性的旅游以及爆发性的消费。报复式旅游跟报复式消费都会出现，但是呢，它会出现一种，它的总额可能并没有很高。我们举个例子，假如说原来呢来了1000人，他的消费呢，假如说是10万，但是呢，明年经济会什么样呢？来了2000人，他的消费是8万，明白吗？就是那个总金额减少了。过去3年，对，过去的3年，对整个中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所以这些人，但是他还是会去消费，而且会报复性消费，但是呢，他不会消费那么多了，对吧？对。那这样的话，我就今年还是可以的。就是短期内你可以还是看到这个经济的这种爆发，因为就刚刚是经济重启的这种力量去推动，但是我觉得就可能我接受的信息就比我的让我有个看法，就是觉得好像之后会有一个比较漫长的、慢慢的往下行的一个经济状态嘛，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很多人的那个收入情况。而我其实就比较担忧这个问题，而导致到他们可能以前可能没有做太多的准备，然后突然间来的这个期间呢，让他成为这种月光族的话，就会直接掏空了他之前的那种积蓄，然后呢，这样可能会导致到直接影响到他那种长远的一个计划，我是比较担心这个问题的。但是如果就是因为你直接看到的东西，你可以跟我说说你的直接看法。你说的这批人群，我不否认，而且数量是很大的。但是现实是什么情况呢？现实是中国在这3年的个人储蓄非常的疯狂的个人储蓄。就是说有很多人他没挣钱。一样有很多人呢，这些年他没花钱。是啥意思吧？所以呢，两相抵消。没挣钱的年，今年他就要疯狂去找工作，就是这3年。没花钱的人呢，这3年他要疯狂的消费。那么里外里，那么就说白了，你这些当时没工作这帮人，你的工作岗位都不够用。那我也说了，他就会出现那种，正常啊，不说。我做个比喻啊，比如说中国的那个，故宫博物院每年大概接收100万人次，对不对？那么也就是说每年有300万人，就是这3年来说有300万人要去故宫博物院，但是没去上，是吧？那作为一个中国人呢，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他这辈子都想会去一次故宫，绝大多数啊，不能肯定这么说。那么这个问题就在于，未来这3年，他势必要把这些人的心理去补偿掉。但是这些人如果一旦去了故宫的情况下，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他原来比如说我故宫是养100个人，这个正常故宫的维护，但是你现在变成了1年200万人突然间跑故宫去了，那你这一大块的这个服务的缺口谁来补？就是去年那几年那个工作人来补，对吧？这问题在于，我们看到了一部分人确实因为这3年损失很大，是说实话，中国整体的损失不大，就是中国的没有涉足到服务行业的人，这就是他的损失并不大。你比如特别是我们工业这块啊，我工业这块我跟你说，连续3年涨工资，涨得非常的疯狂，额涨得非常疯狂，因为但是中国是农业、工业这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对不对？那你服务行业就是第3产业，你服务行业第3产业究竟哪几个受损了呢？其实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饭店、
啊，其他的它未必受损，知道吧？所以就是围绕饭店跟旅游、餐饮跟旅游的这一个行业的人的损失是巨大的。因为我在其中，我就是经营饭店的，我心里很清楚这3年是怎么熬过来的，知道吧？是非常艰难的。那但是你未来的话，可以这么说，从今年解封以后，知道吧？明显的这个人流量上来了。解封以后，明显的人流量上来了。啊，那之前我们经营买卖都是，哎呦我操，可千万别封城啊！一封城完事儿，关3天，关7天，啊，运气好关3天，运气不好关他妈的1个月，对不对？那现在你心里没有这个压力，那我应该去往店里投资的，我该去开新店的人，他就该去做了。所以他的未来这1年的2年，起码是2年，最低也是2年的需求，它是需要满足的。经济最重要于经济就是满足需求，而这个需求呢，中国是有能力满足的。我明白的意思，但是在我的层面呢，我看到呢，就是有一点跟你的说法有一点不一样的，就是说可能之前那班存着钱的那班人，现在他见到这个整体经济的下滑的话，他不敢再大量的去做这种消费行为，或者这种大金额的那种金额上的调动消费行为，所以说可能会导致到一个就是所谓的那种 recession 了嘛，有一点点这样的迹象，但是不完全是啊。我跟你说啊，从解封以后，我认识所有的商业圈子里的人，全部都跟我的意见相同，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就是基本上今年他们都是要拿钱出来挣钱。就做大的投资。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对，今年都是要做投资，你甭管投啥。为啥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过去的3年把人压抑的太厉害了。就是该做买卖。你知道中国人讲究一个啥东西吗？中国人讲究一个干活，别待着。你家里人，你就算有再多的钱，如果说，假如你兜里有1个亿，对不对？你的父母也好，你的亲戚朋友就说，你天天坐吃等死，你假如说你兜里有100万，你出去咔咔天天去干这干，人就会夸奖你。这个是中国，跟中国人的本性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因为这3年，很多人不得不就是这3年就说白了，就跟做躺着了。之后如果今年你要没有点动作，你去投资或者是干点什么的话，别人都会看不起你，家人都会看不起你。中国人一直就是特别是经商这块儿，他有一个概念就是，活到老，干到老。就这种敢于冒险的精神啊。对，他是敢于工作，不能待着。如果你一旦待着，我这么跟你说，你要承担非常大心理压力的。就是我这3年待着，我看今年经济不好，我不想干啥了。那你这个话说出来，身边的连朋友带你的亲戚带你的家长对你都不是一个好的印象。明白。所以说这也是形成了另外一种社会上的推动力嘛，这种文化上的想法。而且这个社会推动力非常的大。非常大。那我觉得呢，我想摸索一下，就是说这样的话你觉得现在在国内它因为有很多不同的渠道这种退休的投资你觉得是否有效呢？你再重复一遍什么意思？就说现在就好像我们刚刚讨论过，就现在个人层面上好像这种经济活力已经回来了，那他的个人的收入没有问题了。那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论推下去的话，那他之后会把自己的可支配的收入部分拿去做这种比较长远一点的养老的这种投资吗？这个概念或者这种想法在全民来说，
它普及吗？就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吗？不太会，不太会，不太会，对，不太会。我们起码在80后这一代人还是非常激进的。因为我们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说70后可能会有这种想法，因为已经50多岁了，已经再有10年人就养老，对不对？那你现在80后、90后这一代人，我们是见到人民币巨幅贬值的。有这个概念吗？就是我们在90年代、2000时候的人民币的购买力跟今天的人民币的购买力能一样吗？那个时候人民币购买力什么样？因为我们小时候常说一句话叫万元户嘛。万元户什么意思？就是你手里有1万元人民币嘛，那你就相当于这个村或者这个市的首富了。万元户，对不对？对。但是今天，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就是2000年到2010年那个阶段，那时候我们说百万富翁。明白吗？好，现在百万富翁根本就狗屁不是。现在在中国人眼里，现在下一步是什么？亿万富豪。就是说，你养老是有手段去养老，但你绝对不可能把大量资金去养老。这是不现实的。因为特别是中国这种国家，这几年是爆发性增长。你钱如果存在银行里不动，那除非你钱非常的多。就假如说我有1个亿，有例子啊，可能真正存在银行里就2000万。多少钱？剩下8000万，有3000万到4000万，我会用来投资一个比较稳妥的投资。你比如说买房产。知道吧？剩下还剩个3000万、4000万的，我就会投资非常激进的项目。那这个项目的预期呢，可能是1个亿的预期，2个亿的预期，应该是这样的。我这是做个比方啊，这完全是我吹牛逼的，说这个意思啊。那不会有很多人把钱用来养老，除非你已经退休了，退休的人是可能。那所以说，可能按你这样的看法的话，那就是中国政府最近推出的那个就个人另外可以理财管理养老的那个个人账户，就可能大家的接受度不是这么高吧？应该这样的看法的话，就是说它会有，但是是一个特殊的人群群体，基本上就是说老人。但是他的那个东西出来是为了年轻人呢，就是好像80后以后的，就因为你要现在开始去利用这个工具好好的去慢慢的做投资，而到了你真的是60岁的时候，真的需要退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利用这笔钱嘛。但是如果你现在不做，你去到50、60才做的话，那你就没有了那个时间的空间了，因为你其实就是利用时间去买。我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东西对于80后来说没有吸引力，90后也更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属于是拼命的阶段，拼搏的阶段。养不养老无所谓，我们现在未来是要想办法要能够赚大钱。我们所说这个赚大钱呢，那往往是个人资产的现在的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种一个追求。因为这种追求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有。对不对？他这个时候对于养老的这块他就没有兴趣。那你比如说是什么样的人会买这样的东西呢？他比如说他已经是一个公司高管了，我的这个工资也非常稳定，比如说大的国企，对吧？大的国企的公司高管，他也不可能是跳槽了，未来10年、20年的变化也不大了，对不对？那这时候才会去买这个东西。这个人的数量有多少？当然，在中国的总量上，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巨大的数字。但是你在中国这个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它就没有多大的数字。那你比如说你加拿大人看这个数字就非常大，对吧？你加拿大人口少，对吧？你好像2000万、3000万人口，那中国14亿人口啊，对不对？所以这个市场它是有的。这个如果是有人要做这方面，这个市场它是有的，但是对于整个中国的市场来说，它不算多大。
但是这个就是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问题啊，就其实你这个我明白你的说法，就是大家都是很有那个拼劲去做更加大的事情或者大的项目，而根本就没有去静下来思考这个，把部分资金或者什么去利用去计划去做这种养老的这种投资啊，这种动作，可能就大家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问题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想过，可能到时候真的退休的时候就没有了这批基金去帮助你度过。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他是想大家去更有意识的去想这个问题，而去做最近这种推这种新的产品出来，就是希望更加多，就社会上更加多的人去更加好的去管理这个钱，然后以后就不会这么愁。这是国家的计算，但是跟个人的计算完全不同。国家有国家的计算，因为它算的是数字，它算的是大数据，对吧？但是对于我们个人来讲你比如我现在假如我买了500万的房子，对吧？我在北上广买了300万的房子，我需要还30年、40年的房贷，对不对？怎么能解除这个房贷？我是继续工作下去解除，能解除了这个房贷吗？对，那你就未来30年、40年，你就一直去还这个贷款吗？那肯定要寻求更激进的解决方案。这是很正常的人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如果说突然多了一个养老保险，我本身我是有社会保险，对不对？我再多给我，如果我没有闲钱的情况，你再让我养这么一个保险，我说实话，这个钱我宁可留着，我不买。我这个钱留着干点什么？我拿去炒股，我也不会去买这个。它解决不了我未来40年房贷的问题。未来我做人它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什么呢？就是说安全感的问题。那么我们现在，我现在在一个企业里干，现在这个企业是很好。那你也知道，中国企业淘汰速度是非常快的。那这个企业你在华为干着，你工资是很高，比如1年50万的年薪，然后你现在住了几百万的房子，每年需要还房贷。但是如果你的工作没了呢？未来的几十年的房贷谁来还？所以现在中国人现在更怎么说呢？更需要的应该是投资渠道。是需要一个更宽松的投资渠道。不要让人总绑在工作上赚这点死工资，应该让人知道如何用资本或者用其他的形式赚一部分自己能够有收入。所以去年年底很多开放了什么呢？地摊经济嘛。大家都开是宝马去卖地摊的，知道吗？那个很现实，知道吗？对于他们来说很现实。是我开奔驰宝马，但是我还有房贷呀。我一个我可能假如说是可能有10万，我可能要还房贷还到4、5万。那我未来我工作在与不在就不知道。所以如果说我能摆地摊，我这事啥事没有，一个月能多赚个1万块钱，那对于来说它也是一个解压呀。对不对？现在这个问题应该更多的解决投资渠道的问题，也就是说，比如说股市。特别是中国的股市，其实一直压制了很多年了。它有一个蓄水池了。我说实话，因为以前中国没有像这么大规模的 QE， 现在中国就是在 QE 了。我们要抵抗美国给中国造成的这个紧缺性流动紧缺性，所以中国必须要抵抗美国的这个缩表，那我们只能 QE。我们如果中国走美国那条加息的路，中国经济就完蛋了。因为去年3年，这3年中国很多经济是停滞的。我必须赶在这1年2年之内把中国经济全重新搬回来。知道吗？从国家的角度来看，2023年我们不谈太远了，2023年、2024年，其实一场非常硬的仗。必须要有大量的资金进入到市场里，增加它的流动性。就像你说的，这3年我没挣钱，对不对？但你昨天我有给我打电话，他呢就是说，把他以前的一个业态卖了，大概卖了30万，跟我谈说他想开个电竞酒吧，
我就跟他聊这个东西，我说你现在不要开天津酒吧，你要换的下一个行业，我就跟他聊了很多旅游业什么东西。这个钱怎么来的呢？一方面是我把这个店卖了，另一方面他还要贷款。现在的中国特别容易贷款，非常贷款。就是你现在贷个20-30万在玩一样，在中国，他就是因为去年3年有大量人的损失，所以今年整个央行，你可以看前天是大前天，中国直接降准。降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释放给市场再度释放流动性。就是中国像我现在认为流动性还他妈不够，还得加，让银行勇于把钱贷出去。所以，当这个巨量的资金进入到中国这个池子里的时候，而且整个社会又有一种非常激进的投资方案时，如果今明这2年只要没人打断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经济会非常爆发式的增长。还对吧？就是他还搞危机，那边搞个战争啥的，对，这个东西就不是算计的。但是从国家的整个的一个定位方向啊，还有它的行为上来看，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你说的的确是这样。然后呢，没有我就加一些东西。你刚刚说的这个点上呢，我就加一个点，就是说有一些人呐，就当这个中国政府推出这个新的这种退休保养这种投资户口出来之后呢，有很多人就觉得就是他可能就是中国政府就可能希望这些人就是有工作的人可以把一部分的钱拨进去这种户口里面，然后利用这种户口把钱通过所谓的投资基金，然后投到这个 A 股市场里面去，把这个国内的这个股市再次激活。外面是有人有这样的看法去看这件事情的话，但是按照你的说法，就可能如果大家的接受度不高的话，那可能他这个新的激活的这一波的这个水，可能就从个人层面上可能就吸纳不过去了。完全不需要，完全不需要。因为是这样，因为中国老百姓的投资渠道啊是非常有限的。你比如说你个体经商户，对不对？那你个体经商户呢，你真正的你能拿得出来的钱的数量是有限的。你保不齐啊，就是说，从10万到200万之间，就普遍的人能拿出的钱，就是我开个饭店，对不对？但是很多人他是没有经营个体工商户的经验的，他不敢去投。但是呢，市场又进来大量的钱，你的工资巨高。那你比如说我去年一个朋友，他的年底光奖金就10几万。就是在内蒙地区，你奖金就10几万。那他现在我问你，他钱去哪儿？他就只能去股市，楼市去不了。中国的楼市现在是一个，就是全民都知道楼市风险巨大的情况下，对不对？然后需求基本是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情况下，没人去投资楼市。所以只需要股市带动，然后中央发个令啥，股市就能起飞。所以说你是希望看到这个中国政府把可能新的资金注入到股市里面，然后可能就把以前的在质押在这个房产上面的那个流动给放出来，引导进去这个股市里面去激活整体的那个经济嘛？不是压在房产里的，而是房产现在呢是不能打，不能压，你还不能让它暴涨。所以呢，更多的是一个，因为现在为啥 QE 了这么多钱嘛？那钱进入到市场里头，它就是得有一个引导方向。认为呢，就是说服务行业跟股市。它是这么个逻辑。它跟你说的那个房地产的市场钱出来，那个关系不大。对不对？我这么跟你说吧，就是说，你想解决房地产的问题，最简单的就是通货膨胀。怎么样？你说多一遍，刚刚你
听不到。你想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啊，最简单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货膨胀。啊，你让全民的工资变高了，不就完了吗？利嗯息变低，对吧？嗯你首先你让利息变低，那大量资金进入市场，导致通货膨胀，工资抬高了，抬高之后，你工资高的话，你还贷压力不就降低了吗？嗯。不就解决了吗？但是你工资高了，它降息的话，那个房子的炒作的那个虚的那个价格会越来越高啊，就会涨得给你工资更加快嘛，快很房子就多倍啊。不会涨了，房子就不会涨了。你比如说我进入股市呢，嗯，那对吧？这个是当然是虽然美国在前几年这个最希望月走，看到，没有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但是我们之前回看以前的案例来说的话，中国它总会就把钱放到房地产里面了，就是中国人现在那个人他对这种对房产和对这个股票的那个信心就是不一样啊，他就相信那个房子，相信砖头，他不相信这个股票。这个也是一个作为一个投资的这种概念上的一个差异化。很简单，就是现在中国的股市啊，股票的价值并没有锚定某样东西。那假如说我们现在把中国股市的价值锚定了某个东西的话，那它就会拥有绝对的价值。那嗯假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说股票呢，比如说我有100万股的华为，嗯那么我可以拿这100万股的华为直接进行贷款，就普通人都可以拿这个钱，二级市场的这个股市进行贷款，不是公司行为，是你个人行为，那这个股票就有巨大的兜底，嗯股票，所以只不过是中央做不做的问题。嗯。那你这样说的话，那以后就是中国政府的一个很大的改革了。这样的话，就是就跟以前的那个游戏规则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好像肯定按你这样是会变。说的话，就好像美国那样，它就是把整个体制都绑定到它那个标普五百那样，对不对？它标普五百就有它呃那个一个就是指标嘛，就是所有东西资产都基本上，如果你可以跑得赢标普五百的那个平均值的话，那你这个投资就很牛逼了。如果你跑不赢的话，那你倒不如直接买这个标普五百的这个指数上的那个平均涨跌做对比嘛。那个他就利用那个作为一种锚定的那种系统性的那种锚定嘛。嗯，所以如果中国以后就比方说 A 股什么，它就来个指数或者某什么的龙头股，然后做一个平均值，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资产投资可以跑得赢它的这个平均值的话，那你这个投资就好；如果跑不赢就不好。所以说你这个说法的话，真的是跟现在的中国是完全不一样了。那咱们就看看以后怎么发展了，现在也不好定。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其实又把就是这个看法或者这种做法，它就直接会影响到我们以后的那个所谓的这种退休金的这个投资问题上边了。为什么这样说？就是在国外啊，我们现在所有的这种投资产品，其实它背后就是绑定着这个标普五百。就如果我去买一个保险我或者去买一个退休保险或者人身保险，它背后其实为什么它可以现在收你几千块，以后会给你几万块的这种回报？它就是其实拿了你的钱去买的这个标普五百的这个指数去做一个长期投资，然后到你退休的时候，它就可以把那个钱赚到一个位置退还给你。当然，它在中间呢是收取了很大的那个服务费用，就可能就3%到5%这么高的那个服务费用，这是背后它这个整个经济的这种金融的服务的整个板块背后的逻辑嘛。然后我就觉得，如果是好像你这样说的话，中国以后也会做这样的东西的话，那
现在中国推出这种以个人名义去再买的这种退休保险或者退休基金的这种理财方法，它其实就可能跟着外国的这个套路去做一样的一个动作嘛，可能可以这样说。不排除这种可能。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要讨论一下这个。就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有一些对各大听众有一些建议的，就是因为在国外呢，有很多人呢，他就会上门或者他会通过朋友介绍，就过来去跟你卖这些相关的产品，退休又好啊，或者这个刚刚所说的那个保险又好什么的相关的这种理财产品呢。但是呢，他很多这种销售人员呢，或者这种所谓的 financial advisor 这些人，他跟你说的很多东西呢，他是跟你说的一半好的东西，但是呢，他不好的那半呢，他没有跟你说清楚的。所以说我就希望很多听众就因为你在买这些东西之前呢，他需要你签很多很多的合约，但是呢，你应该在面对这些销售人员之前呢，你应该跟他们提出要求，要他们第一跟你的对话呢做出这个录音的这个record，把他的对话录下来，然后呢要他签一份协议，就是说他跟你说的一切，或者他跟你卖的这些服务呢，他是按着你的个人的出发点去帮你做这种资产或者这种理财的配置而去提供的建议。如果他们不愿意去签这样的一个 agreement， 这样的一个纸上的合同，也不让你去做这种把他的对话录下来的话，那你最好就不要跟他去做任何的这种服务上的买卖跟交易，因为它背后就可能隐藏着很多这种你不知道的那种费用或者你去到他把你的钱锁定了，然后你要去到某一年突然间自己急着用要把钱掏出来的话，他可能会收你这个10%或者20%的非常昂贵的这种手续费，而导致到呢你那个钱最终的回报就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好的。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我觉得以后中国如果真的按照着这种外国的这种玩法去制造一个新的这样的系统的话，会有很多很多这种服务或这种提供服务的公司跟这种销售人员会出现，然后呢，大家就应该非常小心这个以后的这种改动，然后去好好的保障自己的一些金钱跟理财。现在就有。对。那你自己有经历过我刚刚所说类似的东西吗？就是这种销售人员跟你去卖这些东西，然后他其实没有跟你说清楚。有，非常多。对，非常多非常多。但是好在于这是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在给我卖的，然后这个问题不大。对，我也没有太仔细看。对啊，这就是问题，因为我们不可能很仔细去看，因为他有一大堆文件给你签的嘛。但是他一大堆文件里面呢，有很多那个非常小的细节中的细节，它就是用来去搞死你的。所以说，我就希望就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就跟大家说一说，是每个人你有个人的权利去要求对方，第一把这个他跟你销售的整个过程的这个录下来。做你自己的一个保存，然后你可以要求对方就跟你去签一个信托协议的一份这样的东西，就是他要答应你承认他现在跟你做的一些所有的销售跟他帮你计划的这些东西是按照你个人的最优化，从你个人的观点与角度去做的提供的这些方案。它是为了你个人利益着想而做的，这一连串东西你要把它做好，好好的保护自己。如果到时候以后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发觉他提供的这个服务里面的一些细节根本是跟你的个人的那个利益有冲突的话，就是 interest of conflict 的话，那你就可以拿这些证据出来做一些法律上的追究，
是有这样的可能性的。所以说尽量就大家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理念在你的脑海里面，就每一次有人跟你提供这样类似服务，你就好好的想怎么去保护好自己。然后呢，那个现在你说这个非常正确。对，所以我就觉得就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意识嘛。然后呢，就因为国外呢就它一直以来它的那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的玩法，所以导致到呢就好像北美这边就是怎么说，就有一些案例，就比方说因为它所有的这些养老基金跟这个东西呢都绑到这个标普500嘛，但是标普500我们知道就08年它不是垮了一次嘛，所以说有时候呢它整个股市垮下来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人的那个退休金，然后让他们呢就是之前那个10年可能就获到了，可能比方说有50万的那个退休金的那个收益，但是当那个08年的 crash 的时候呢，他那个退休金里面的那个钱呢，可能就从50万掉到剩下8万，这么离谱。因为看它里面的配置是什么，所以说当那个东西发生的时候呢，你也很难处理这样相对的问题，因为如果你把所有东西都绑到这个股市上的话，那你就直接把就是全国人民的那个退休跟他的那个保险都绑到同一个地方的话，就有很大的那个就是 structural risk， 就是那个我忘记了中文怎么说，就是整个架构上的那个风险。你说的是美国还是中国？我说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但是就如果以后中国慢慢向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它会不会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美国跟中国最大的区别是，美国是私有资本，中国是国有资本。大概呢，整个中国的资产大概有最少30%到40%吧，30%到40%的资产掌握在中国国家政府的手里。就是我们所说的全民所有。这一部分的公司，一些大型的央企、国企，他们的盈利能力本质上就是非常强，非常强大。举个例子，就是特斯拉，对吧？那么我跟你说，特斯拉，你知不知道它里头90%的零件是国企在生产？中国的国企在生产。对，就是中国就是说中国政府要比美国政府强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它是有一个强大的国企兜底的。它是会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养老，甚至买了一部分这个相关的股票，对吧？对标，但是它最主要的那块是什么？最主要那块还是国企、国有资本。叫国资委。国资委它的本质上，从社会主义的角度来理解，国资委属于全民所有制，就是它这个东西呢，它必须要为全民进行服务。那你比如说你那么股市摊的话，国资委是完全合理合法的把钱拿到股市里头应听你，任何问题。因为这是完全合法的，因为银行也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头，然后国企也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头，所以他就有能力直接用国企的巨量资金去填补。但是你看美国就出现这个问题，美国美联储是国家的，是私有银行。假如说你未来你美国的金融系统出了问题，你下面这3个银行，你有5大行，美国的5大行有2家不同意，3家不同意，你这个政策你没有办法执行。但它一旦经济出了问题，那就是说，那就是这银行跟国家之间，它会最终达成一个谈判。银行说，你现在必须要给我标普，你给我跌到1200去，12000去。也就是那2万，你要跌到12000，这个时候我才能够出手，不是。那它有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一是这个时间很漫长，
二是呢，这个里头是有代价的，人家银行我不想赔那么多钱，对不对？但是你这个中国政府呢，它不是这样，中国股市直接出了问题，对吧？直接资金当天晚上就给你花，直接就是，他俩的风险系数上，为什么中国一直也没有把这个股市这个东西搞得特别的繁荣？其实中国建国之本啊，它本身是一个工业国家，就共产党的理念一直围绕一个词，就是工业化。他认为所有的资本的基础就是工业，对，他的资本是为工业服务的，懂了吧？就是为什么就是老共搞了那么多的大基建，那么多的国企，它的本质，他认为跟工业是一切的核心，而金融业是服务于工业的。但是美国它不是那么回事，美国是资产阶级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它是资本是工业服务于资本的，它两个之间，它俩是不一样的，想法是完全不同，没有谁对错啊，没有谁对错，在不同的时间有对的，不同时间有错的。但是从老共这个以工业立国为基准的，它是有巨量的对标物，吧？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就是他搞这一套，它是有一个非常巨大的对标物在下面压着，这个压舱石就是中国的国企的工业系统。那如果按照你这样说法，就我们可以想象，就以后可能中国股市它的，因为在美国股市他们不是有一个龙头嘛，就几大龙头嘛，就几大那个科技龙头嘛，就苹果啊、微软啊、Amazon 啊、Google 那堆嘛，那可能就在中国股市里面，它的龙头就不像美国那样，它的龙头可能就是非常重的那种国企，然后国企背后呢，它就是实际的，就是做这种有什么急事，他可以做这种非常大的动作出来，就是做这种捞底的动作，然后全民对他的那个资产或者他那个营业也非常有保障的信心在，因为大家都知道他的所有的生产业其实就是全球的背后嘛，背后的那个原动力了。对，对，你说的非常对。其实你推到这儿你就看出来了。你现在把中国的股市调出来，你看看市值前10的公司都是什么玩意儿？基本都是国企。你比如说中石油，对吧？这个盘什么？现在中国建行是中国的5大行上不上我不太清楚，就是全部都是大型国企在上面压着。美国的不是，美国是一堆那个。都是科技东西比较多，对，科技互联网企业在上面压着。那这里头就是它俩各有优缺点，你压科技互联网，那你的科技的投入产出的效率就高，对不对？那你抵抗风险能力极低。你世界上的科技企业从2战以来已经淘汰过很多波了。你要知道，就是说这10年它是往后10年它可能就消失了，比如说当年的阿尔斯通，还有比如说那个美国的摩托罗拉，然后那个爱立信，对吧？瑞典爱立信嘛，对不对？就是这些科技龙头，可能今天在，明天就不在。但是他对于科技的掌控能力非常的强，他的挣钱的能力非常强。但是中国这边不是，中国这玩意儿全是家底儿。你中国是有可能消失吗？不可能吧？那中国建行、中国农业银行，像这些大行，它可能消失吗？它是跟国本连在一起的。对。它稳定度更高，但是它的利润没有那么高。美国是利润巨高，但它的稳定度非常差。你要知道，你要去选哪个股票，就看你的性格。你选哪个市场，完全是看你自己的需要跟性格，你自己去选。他俩就是可以说是人类市场一体两面。就是中美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的一体两面。你包括它的金融市场，包括它的工业，它都是，它基本就是你能做的选择，人类能做的2种选择，一面是中国这面的方式，一个是美国的方式，基本就是这一体两面，没有谁对错，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他们各有对错，应该这么说。
所以如果说你要是一个企业家配置资产，我建议是一部分1半中国1半美国，这样最安全。但是你是可以这样做吗？因为这中国是不是限制了嘛？就其实很多人在国内，他们没有一个渠道去做到海外的这种资产的投资啊，或者美股啊什么的，可以比较可以吗？可以，但是大资金不行，大资金你必须得那个转籍行。你小资金一年投个30-50万的话，问题不大。你在那个香港建个账户，然后呢，几十万呢是没有问题的。但你要巨量的资金的话，那肯定是不现实。巨量资金你得转籍，你才能把钱带出来。因为中国有外汇储备管制。那你比如说你是美国人，或者你是香港人，或者别的国家的人，对于中国的他的优势就很大，他就可以一半一半。那存到中国那个钱是被标记的，就北上资金。那这个北方资金它是可以随时抽回来的，没有问题。知道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好奇了，那就按照你的理论来说，那为什么现在就中国这个金融板块，它还需要分开这个，就中国跟香港还需要分开呢？它会不会以后有可能就把中国跟香港的那个金融板块给融合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就更好去方便他自己里面的那些养老基金又好什么的话，它可以更好的去利用中国的那种稳定，然后再参与这种香港的那个可能有这种科技含量公司的那种高回报的那种收入呢？它会不会有办法把它融合起来呢？还是以后应该还是继续分融合呀？它正在融合，香港跟中国，你知道那个不可能三角吧？就货币流的那个不可能三角。中国是拿香港做了一个顶点。就是说它变成了一个那个形状，一个叫漏斗形状，你知道吗？就是上面一个三角，下面一个三角对标，中间那个点就是香港。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中国既要拥有对外的流动性，又要能够掌控自己的这个币值。那么在不可能三角上来说，它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所以它造成了香港。这个香港换成了港元之后进行流动，所谓的离岸人民币也好，就通过香港去走离岸人民币，走这个离岸的资产的配置，一些资产投资，就用香港做了一个隔离。它是一套两面都讨巧的系统。是本质上，香港在这几年这么乱，实际上就是说，西方社会想把香港这个口拿回来，拿到他们的资本权下，那么等同于把中国的这个对外的这块自由度这块掐死了。所以香港是不可能让你别人拿走的。这个就聊的比较深了，你以后可以有机会再深聊这块。没事，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我就是好奇，就是一直以来就香港股市对这个中国的境内的人，他其实也不是全面开放嘛。所以说我的意思是，以后会不会形成一种全面开放？就因为我听人家一些香港的朋友提及过，就是有可能以后就是因为现在香港的股市还是用这个就香港港币去做计算嘛，那可能以后呢就可能会有港币或者跟这个人民币计算的，你是可以直接用人民币去做这个香港的股市的那个投资。而导致到呢那样的话，他就可以整个就不用这么忌讳这个人会在中国把钱换到香港港币，然后再往外流嘛。所以说是可能是有这样的计划在做，我就不太清楚了。这个可能性不大，这个问题在于中国的离岸人民币离岸数量并不大。所以中国政府在前几年要整一个海南自贸岛，我们现在更多的要观察这个海南自贸岛的定义，就是海南自贸岛现在的海南自贸岛钱会不会变成离岸人民币？如果变成离岸人民币，那它这一部分钱就可以充值到香港股市上，这个可以直接进行交易。
但是如果它这块不变成离岸人民币呢，就没有那么多钱去支撑相关股市，还是变成港币支撑。这块并不一定啊。我现在就在海南，就是我现在就在研究这个未来的这个中国政府在24年年底封关的时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角色？现在这个角色没有下来。这是一个很复杂链的一个联系关系链的，但是它现在是确定是24年年底封关。这个我问了一些这个智库的人员，他说的意思是跟离岸人民币有巨大的关系。这个我们这个内部去聊这个事儿啊，他说跟离岸人民币可能有巨大的关系。然后那个，所以但是海南岛这块怎么个离岸法没确定，它有可能是2种离岸，就是说本身本地海南人的账户并不离岸，是你可以成立离岸的相关公司，然后再申请相应的离岸额度，但是这个事儿说实话，现在来说呢，这个时间节点卡得很好啊。这个时间节点就是我们未来1年2年之内，美国的抽走全世界的流动性问题，就是个非常大的问题。那你在这个节骨眼上，你海南封关，然后做出大量离岸人民币，有可能用这个方式去收获大量美元资产，这是非常大可能的。对，但是这个是太深了，这个我们今天我知道，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对，就是说白了，现在的经济形势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很多的，里头错综复杂的关系，聊就能聊上天。明白。那很好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对话呢，就引申了很多那个新的想法出来，有很多新的 idea。如果有听众听到的话，他应该会对他有一个思考上的一个冲突。那最后呢，如果哥你这边的，你今天还有什么跟这个大家说一说对这个养老或者这种计划的话题？没有了吗？没有，现在没有。好啊。对，有什么问题咱们再聊。好啊，没问题。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好，谢谢大家的收看。好，拜拜。